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熊猫堂的卡斯。我在熊猫堂里边是泥石流担当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在平时的生活中很喜欢分享冷笑话，逗大家开心。然后每一次都因为用力过猛，所以很冷场。他们觉得我像泥石流一样冲击着大家的心灵。然后我本人非常喜欢绿色，虽然我今天没有穿绿色，但是我的袜子是绿色的。请大家记住我一个爱分享冷笑话、爱逗大家开心、爱绿色的卡斯。我小的时候跟父母的关系其实不是特别好，但是现在长大了之后呢，就会发现就是当父母的不容易，然后也在为自己青春期叛逆的一些事情啊发生的冲突啊懊悔。然后我现在跟我父母的关系已经融洽了很多，然后我也尽量的就是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能让他们更开心一点，因为以前我让他们生气的时候太多了。印象最深刻的话，其实我觉得在就是我们现在社会的环境下面，父母他都不是那种鼓励机制的，就是父母都是说啊，你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，你跟别人家隔壁的小明怎么样比怎么样，对不对？然后现在很多父母都是不会说鼓励你说啊，你很棒，你加油，都不会这样子。但是就是直到有一天我考上大学，考上南艺的时候，我父母就突然一下，我当时在电脑上查我的分数的时候，突然我说啊，我考上南艺了。然后我妈在旁边说，哇，你好棒啊！然后立马就给了我1叠人民币，然后我觉得哦，得到我妈妈的认可，我真的觉得特别，那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，因为我爸妈从小到大不会夸奖我，不会去夸奖我，因为他们的以前接受的上一辈的教育方式就是也不是说打骂了，就是说一定要严格控制自己的小孩，不能一直让他就是夸他或者让他就是感觉自己自我很那个。但是在我考上大学的时候，我妈突然夸我一下，那一下我是蛮感动的。我父母一开始是不支持我学音乐的，因为那个时候我想就是因为文理分班嘛，要分音乐班，然后我父母一直觉得音乐这条路不是很稳定，然后觉得我也没有很有天分，然后觉得我不适合走这条路，所以那时候因为大家青春期嘛都很叛逆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考了艺考之后。我就真的就也不是离家出走了，就真的就是离开家去南京端了2个月的盘子，就是当服务员。然后回去之后发现我考上南艺之后，我父母就觉得这个小孩好像真的是有潜力的。然后在大学4年的时候呢，也不是说很支持我学音乐，但是最起码我的学费他们都没有少交，因为学音乐真的比其他门科要就是学费要多很多。然后我也很感恩他们帮我付了我的大学4年学费。然后在我工作到现在就是当练习生的时候，他们一开始也不知道这个行业练习生是什么。然后在我们专辑刚发布的时候，我爸还打电话问我说，儿子你是不是转正了？就是他们不太清楚音乐这个行业。然后但是我们发专辑到现在，只要发一首歌，我都能看到他们在朋友圈转发。我觉得以前我父母基本上都不发关于我的朋友圈，自从我做了练习生出道之后，他们一直在不遗余力的在帮我宣传。我觉得这应该是他们接受我这个行业，接受我走这条路，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也些许认可了。其实我觉得我可以说一件趣事，就是有一次我们上那个 CCTV， 然后它是因为是录播的时候是直播，但是电视上没有播。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真的在电视上打开 CCTV 音乐频道守了2-3个小时，因为我跟他们说我会上 CCTV 音乐频道，它只是我们是直播，年轻人喜欢看直播嘛，但是他们年纪大的人不太清楚，所以真的等了2-3个小时的节目都没有看到我。然后我觉得这一点，我觉得特别对不起他们，我应该是跟他说清楚，这是直播，以后会录播会播出的。就是爸爸妈妈，我觉得我走音乐这条路很开心，也很感动，看到你们对我走这个行业态度的变化。然后
我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时光里呢，能好好孝敬你们，因为以前犯过太多的错，然后也跟你们产生太多的争执，我觉得这个是我年少不懂事，真的是不懂事所产生的后果，所以我希望我在将来的人生能弥补你们，谢谢你们。